大家晚安，欢迎来到以色列美角的频道。现在呢是晚上9点多，今天是星期六，也就是安息日刚结束的意思。那现在路上已经陆陆续续有车子出现了。那为什么今天会在晚上拍这个影片呢？因为今天早上的时候有一个好消息发生，就是以色列的军队成功的在加萨找到4个人质，而且这4个人质都活着，而且成功的把他们救出来了。那所以今天的影片呢，我就是想要带大家看看晚上的耶路撒冷会不会是充满着庆祝，因为这真的是一个很大的消息。那下午的时候，在特拉维夫海边啊，还有在希腊，人们就有庆祝。那我不知道耶路撒冷会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吧。那我们现在走的这条路叫做雅法路，这个是轻轨的轨道，平常就是轻轨、救护车、警车还有人可以使用。那因为安息日刚结束。那结束的时间已经是晚上8点多，所以这些商店呢就维持关闭的状态。在以色列安息日是从礼拜五晚上开始，所以呢在下午的时候商店就会很早就提早关门打烊。那礼拜六安息日结束以后，大部分的商店也都是不会重新再营业了，但是酒吧可能会营业，所以就是来带大家看一下，我其实也不是很确定。那在阳台那边有人在听音乐，应该不算庆祝啦。然后呢，现在也没有什么人走在路上。右边那一群穿白色衣服的是宗教犹太人，但是他们是会当兵的那一种。2天前是耶路撒冷日，所以据说这个礼拜。这个周末有比较多的人出现在耶路撒冷。他们刚才看的这间呢，是一个犹太会堂，上面有很酷的日晷。你看，大部分的商店还是都关的。再来看看前面有没有人在庆祝吧。这边有一些人他们在喝啤酒，比较像聊天啦，没有唱歌跳舞的那种庆祝。我们往前面走，再来看看。上次我跟 Melody 来的咖啡里雍，不知道为什么那边有一群人。好，这就是平常带大家来的 Shuk Machane Yehuda Market。我以为这里会有很多人，然后会唱歌跳舞庆祝啊，结果好像也没有，然后也没有店，就只有刚才的那个卖啤酒的那一间。有啦，前面他在跳舞，但是。我走靠近一点好了，太远了。这边音乐放很大声，但是那家店也没有生意啊。
I'm not happy. I'm blow my mind. 这里有庆祝的人了。好了，我们现在来到另一个地方，这条街叫做 Ben Yehuda， 那平常也是一个逛街的地方。这辆车呢是给观光客用的，它会提供一些旅游资讯，不过很久没有用了。然后这条街有商店，有咖啡厅，有纪念品的东西，像那家就还有开。那我想说，也许这里会比较有人潮吧，但也没有，因为耶路撒冷就是这样，就是对我们来讲，晚上10点已经蛮晚了。在特拉维夫就不一样，特拉维夫就有夜生活。这家店叫做 Danny， 很多人在这里买号角。这家店也是。然后我们一直往这里走，就会是西安广场。也许那边会有人潮吧。你看，这里有漂亮的灯的装饰，但是没有什么人潮。这里有麦当劳，还有一个 hostel 青年旅馆。然后这里比较多人。坐在这边，很多感觉我都是韩国人吧，可能是教会的人，应该是教会的人，100%确定。看有没有认识的人，没有，应该没有。好。所以刚刚那一大群人是韩国人。好，我们再往前看。那这一间店呢是卖果汁、奶昔的店，它也有卖真奶，但不是很像。这家店是冰淇淋店，然后三明治店。那家店有开，是个咖啡店。来看看西安广场。这里有人在弹吉他，前面也有人在弹吉他。然后有一些聚集的人，他刚刚唱的是以色列国歌。אוויר הרים צלול כיין וריח אורנים נישא ברוח ארבעים עם כל פעמונים ותרדמת אילן ואבן שבויה בחלומה העיר אשר בדד יושבת ובליבה חומה ירושלים של זהב ושל נחושת ושלום עלו לכבוד שירייך
ירושלים של זהב ושל נחושת ושלום, הלא לכל שירייך אני קינו. 这里有蛮多感觉是耶路撒冷日结束，然后要回家的人。ים המלך בדרך יריחו, ושל נחושת ושלום, הלא לכל שירייך אני קינו. 好了，那刚刚就在西安广场那边看到有人在弹吉他，那有人给他点歌，点的那首歌呢是《金色的耶路撒冷》。这首歌是在6日战争之后就爆红，然后几乎成为了以色列的国歌。那刚刚那个这里有一个穿宗教犹太人衣服的人跟我搭讪，他就看到我，然后就说：“哦，那是相机吗？好酷哦！”用英文说。那其实这个时候我就会提高警觉了啦，因为第一个宗教犹太人不应该跟通常啦，不应该跟非宗教犹太人讲话，因为他应该在读圣经啊什么的，他怎么会跟一个异性讲话？而且我又是外邦人，所以这种情况我就会比较小心啦。那我就不太理他，然后他就走掉了。所以我觉得如果你们来旅游的话，稍微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我不知道为什么之前也是安息日过后，然后有一个宗教犹太人也来搭讪，我不知道他们是真的宗教犹太人，还是穿的衣服是宗教犹太人，然后其实是别的人，然后有别的目的，不知道。但小心一下，小心一点，如果你是女生的话。好啦，那我要回家了。虽然现在是10点多，没有很晚，可是对我来讲好像已经非常非常晚了，我好想睡觉。然后这是刚才的韩国团队。我觉得今天没有好像很成功的让大家看到说耶路撒冷的人都在为这4个被救回来的人质在欢庆，就是好像看不出来谁是平常就会在那里表演的艺人，谁是平常就会在那里表演的，也不是表演，就是敬拜赞美的韩国团队，然后谁是平常就会去那边酒吧然后喝酒跳舞的人，看不太出来。可能就是要在消息出来的时候，刚好就在有人潮的地方，然后跟大家一起庆祝。因为 Kenny 下午的时候有带宝宝去游泳，然后在游泳池那边就有人宣布说，我们来庆祝就是4个人质被获救的消息，然后他们就有鼓掌啊什么的。那 Kenny 没有帮我录音，所以我没有办法跟大家分享那个样子。但是消息传出来的时候，我们真的是不敢置信，然后我还哭到有流眼泪，因为我就觉得真的是一个奇迹。特别是 Noah 这个中以混血的女孩，8个月耶，她可以经历了这一切，活了下来，然后跟她的爸爸重逢，就觉得这个家庭能够有一个圆满的结局，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真的是一个很大的奇迹，特别的为他们开心。那当然还有120个人质还被困在加沙那边。那这4个人质呢，根据新闻，他们是在2个不同的地方，都是巴勒斯坦人的家，所谓平民的家里面被关着。哈马斯付钱给这些平民，让他们能够去囚禁以色列的人质。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邪恶。我们不得而知这些巴勒斯坦的家庭，他们是被迫的呢，还是半自愿来为哈马斯做这些事情？可是我觉得平民一旦跟哈马斯合作，
你能够说他们是真的平民吗？所以我觉得这就是以色列很难的地方。以色列的目标并不是加萨的平民，以色列要的就是2件事，一个就是救回他的人质，现在还有120个人质在那里；另一个就是歼灭哈马斯，让哈马斯没有能力再对以色列做像是10月7号这样子的事情。那我觉得不只是以色列，任何的国家，如果你有一个敌人会是这么的邪恶对待你的人，你肯定是要去为你的人民而战。那所谓的防御战，它不会都只是在一个被动的状态。你今天的人已经被攻击了，你当然要去主动到危险的地方，到战场那边去把你的人救回来。那战争它是一个很丑陋的事情，所以我们不喜欢战争。可是以色列它并没有选择，他需要把他的人质救回来。他不可能让他的人质一直就在加萨，然后他也不可能就是让他的国家在哈马斯的旁边，然后知道他有这个能力来做10月7号的事情，然后还说他要继续做像10月7号的事情，然后就放任不管，不可能的嘛。所以，以色列能够做的就是降低平民死伤的数字。那一定有平民受伤。我举个例子，在第2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纳粹他死亡的人数是550万，可是平民死掉的数字是200万，也就是说有200万无辜的德国平民因为纳粹的关系死掉。没有办法，这是战争。而第2次世界大战死掉的平民其实比士兵的人数还要多，平民死掉人数是3800万，士兵是1500万，所以这个比例其实是2比1，或者是再高一点。就是平民死伤的人数不可能是0，因为它是一场战争。可是它会有一个比例，那以色列它是在这个合理的比例之内。以色列它真的是控制它死伤人数到它能够做到的最低，这也是为什么以色列说自己是最有道德的军队。这不是别人说他，这是他自己给自己的一个期许，因为他并没有去杀平民。可是如果所谓的平民他们在他们不应该出现的地方，或者是他们拿了哈马斯的钱做了他们不应该做的事情，那你没有办法，因为这是一场战争。所以呢，就是为以色列高兴，今天有一个很成功的一个任务的执行，然后希望能够把剩下的人质，不管是透过谈判的方式，还是用这样子军事行动的方式，可以把他们带回家。好，谢谢大家看今天的影片，大家拜拜。